对于一个诞生于上世纪的系列作品来说啊，和作品一起诞生的还有不少被人津津乐道的梗角色，甚至一些出场较早的角色，其被迫害的时间足以与系列的寿命等长。这其中的代表便是高达系列被迫害者联盟的荣誉0号会员，最初的死者卡尔玛·扎比。关于卡尔玛，大部分人的印象毫无疑问都是著名的夏亚算计梗。这两人的关系就像暗杀兵与奥尔加、野兽先辈和原野，虽然称不上二人性中，但也绝对是相亲相爱。卡尔玛由于出身名门，再加上是德金老来得子，一直备受宠爱，性格上也与扎比家其他几个怪物孩子不同，性格温和直率，但相对的也缺乏戒备心，过于不成熟。由于早早在地球找到了真爱，作为侵略者的卡尔玛急于向他人证明自己，渴望获得承认，因此面对夏亚带来白色基地这份大礼时，被夏亚怂恿说那是足以获得吉翁十字勋章的猎物，他展现出了急功近利的一面。只是白色基地毕竟有主角光环加身，而卡尔玛只是那个被算计的人，几次出击最后都收获了空军的结果，最终失去了退路。急于立功的卡尔玛开始对持有夏亚的助战信以为真，在第10话中，他与白色基地队交战，但由于迟迟找不到敌影，而显得有些焦躁。他听信了夏亚的花言巧语，独自驾驶加乌库姆去追踪高达，结果遭到了在后方埋伏的白色基地、钢加农和钢坦克的总攻击。此时，夏亚向他宣告了背叛，卡尔玛也在此时贡献了那个名场面。最终在夏亚的嘲笑声中，他亲自掌舵驾驶加乌空姆，想要拉白色基地垫背。然而最后的突击也并没有命中白色基地，卡尔玛便随着爆散的加乌空姆一起领了便当。在他死后一直以来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扎比家内部，各个角色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德金在得知了最宠爱的幼子的死讯后，震惊的连手杖都掉落了。宠溺弟弟的猩猩多兹鲁则以护卫不力的名义将夏亚从军队中除籍，而作为长兄的基连则认为卡尔玛的死是很好的政治宣传素材，于是在吉翁本土为卡尔玛大操大办了一场葬礼，以提高军队的战役。这个名场面也成了各个高达作品经典的打卡点之一。08MS 小队中侍郎与安娜命运的邂逅就是以这场演讲作为背景，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坟头蹦迪了。果然，对卡尔玛的迫害最早是从官方开始的。而因为卡尔玛之死遭到出击的夏亚也观看了这场葬礼的实况转播，并发表了一句在此后针对任何卡尔玛相关问题都可以使用的万能答案。从此以后，针对卡尔玛的迫害变成了高达系列官民同乐的传统异能。那么在原版0079里夏亚是否真的有将卡尔玛当作是朋友呢？我觉得多半还是有的。就算只是口头说说，在此之后，夏亚似乎也可以避免建立除了活动上的同志以外能称之为朋友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情谊应该还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卡尔玛某种意义上是德金寄予厚望的将来能与疯狂的基连对抗的孩子，因此此刻干掉卡尔玛毫无疑问是当时的夏亚能对仇人德金做出的最大报复。不过卡尔玛也曾经对夏亚说出过家族のいない君にはわからない苦労され这种话这句台词对于夏亚的杀伤力和冒犯程度不亚于多年后阿姆罗那句瞳悟空の家系かもな。巧的是，这两句足以让夏亚吐血的台词还都是由他重要的好友说出的。不知夏亚是否就是在听到这句话后才下定决心好好算计一下卡尔玛的。另外，根据日本网民的调查，当年0079播出时收视率不甚理想，粉丝群体并不算庞大。此时非常让人意外的是，在有限的粉丝团体中，狂热的女性观众成为了中坚力量。声优收到的粉丝来信大部分都来自女性观众，并且比起男角色，反而是0079描绘的女性角色更受他们喜欢。比如让阿姆罗魂牵梦萦的玛姬露达小姐，这一方面是因为玛姬露达小姐英姿飒爽的军装造型带着一些保种要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的塑造。玛姬露达为了协助白色基地战死，这种悲剧性本身也是支撑她人气的要素之一。她牺牲的理由不是为了恋人，也不是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履行自身的职责而赌上了性命。在这方面，她承担了以往通常会分配给男性的角色。如此众多的女性粉丝正说明了这种对女性的描绘方式在当时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冲击。不过如果说这种前所未有的女性角色形象打动了当时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那么负责把这些少女们吸引过来并牢牢抓住她们心的则另有其人，那就是美型反派夏亚与卡尔玛。一个是充满神秘感的危险帅哥，
另一个则是他的同学兼挚友。确实会是女性观众喜欢的调调呢。参与0079创作的脚本家山本优曾经说过，他们想把卡尔玛描绘成一个在家庭中受到压抑的人。他作为少爷，出生在一个权势滔天的家族，从小被娇生惯养。虽然有才能且心思极其细腻，但面对性格强烈的家人们，他总是感到一种压抑和自卑。因此，他是一个在心中酝酿着想通过某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冲动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多年后的观众来说，正是这种想法催生了卡尔玛急于立功的行动，最后导致了他的死亡，造就了被算计的人这个名梗。不过对于当初的观众们来说，虽然读懂了这层角色塑造的意图，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画面。对于昭和时期那些被要求要有女人味要做个乖孩子的女性们来说，他们从卡尔玛身上感受到了共鸣。而现在，有着与卡尔玛截然相反特质的夏亚成为了他的挚友，来到了他的身边。想必这个神秘的男人将会扮演一个把卡尔玛从家族压抑中解放出来的拯救者角色吧。实际上，夏亚何止解救他脱离家庭的压抑干脆把他解救出生物圈了总之正是由于以上种种，1979年的同人女们为他们疯狂，创作了不少以这二人为主题的同人。假如当年的富野真听到了粉丝们这样那样幻想的话，再看看自己之后打算干什么，我觉得他肯定会情不自禁的在办公室里轻哼出来。于是0079第10话堂堂播出，卡尔玛在夏亚的误导之下怒领便当。据说在这集播出后，比起大家一起开心的玩算计梗，日升最先收到的观众回应是狂热粉丝寄来的刀片。还有粉丝找了教会为卡尔玛举行葬礼，也是与剧中大办葬礼的基连遥相呼应了。只是这些都市传说般的趣闻，如今已经淹没在多年的算计梗之中。另外插句题外话，当初粉丝们的同人创作中其实还有不少香艳的阿姆罗与布莱德，甚至还有吉翁号，不知各位是否喜欢呢？不过虽然死相本身有着极强的喜剧感，以至于被此后几代高达观众反复迫害，念叨了几十年，但卡尔玛的才能倒是一直以来都颇受粉丝认可。1年战争期间，虽然在地球降下作战后北美地区光速滑跪，但由于殖民地坠落事件等恶性存在，对吉翁的评价依然是烂得不行。而当卡尔玛来到纽约后，能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并获得协助，无论是在吉翁本土还是地球占领区都取得了不低的人气，一定程度上在局部扭转了地球居民对于吉翁的坏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简直是扎比加最佳的公关。甚至有不少人将他的死当作是1年战争的历史分歧点之一，认为如果他没有遭遇夏亚算计的话，1年战争甚至整个吉翁公国都有机会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而官方也并没有反对这种看法，在不少游戏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是基连的野望中卡尔玛大胜利的结局。在这条世界线中卡尔玛并没有被夏亚算计，而是非常支棱地成长了起来，认识到了吉翁公国在战争中的恶，为了赎罪重新整编了部队，成立了先生吉翁，作为总司令统领全军。他扎起辫子站在台上演讲的画面，看起来也要比扎比加其他人靠谱不少。在这个结局中，由于卡尔玛变得可靠，一直宠爱弟弟的多兹鲁和他的小弟松永真也都加入了卡尔玛麾下。这次真的是兄友弟恭了，实在是可喜可贺。不过话说回来，在同样以 Eve 线为主的 G-Quacks 中，这次却完全不见卡尔玛的踪迹了。在最初电影版上映时给出的时间线中，有提到卡尔玛在联邦军逼近宇宙要塞所罗门时，已经脱离了军队，并放弃了扎比加的继承权。由此看来，这条时间线中因为白色基地没有迫降到北美地区，所以夏亚也失去了暗算卡尔玛的机会。直到作品完结，也没有提及他的下落。大部分观众都猜测他可能是和恋人伊塞丽娜一起私奔了。虽然比起 Make 吉翁 Great Again 的世界线来说，这里的卡尔玛存在感要弱不少，不过至少没有被夏亚算计丢掉小命。如果还能跟爱人终成眷属的话，那倒也算得上是个好结局。那么高达系列让你印象最深的梗角色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